vivo X300 Pro 和做工细节全面提升了一个档次啊！不论正面观感还是后盖的触感，都让人倍感愉悦。我们这期视频呢是一个超前瞻，只能给大家分享它的外观和初步的性能表现了。这台是其中的自在蓝款式啊，视觉上营造的是一种清新淡雅的氛围。后盖表面呢采用了丝绒玻璃工艺，触感比之前更加温润了，而且几乎不会沾染指纹。摄像头区域正面看和 X200系列有着很强的延续性，换个角度呢就能看得到这次采用了更好的工艺。整个镜头模组呢被包裹在了冷雕玻璃打造的立体盖板上，看上去非常的高端精致。手指划过去的时候呢，突兀感也弱化了很多。尺寸方面对比 X200 Pro、X300 Pro 在3个维度上都收窄了，虽然是直角边框，但是这个厚度加上圆润的倒角啊，长时间的握持手感还是有可靠保障的。按键布局上的 X300 Pro 的音量和电源键位于机身的右侧，而系列一贯光秃秃的左侧这次多给了一颗新的按钮，按压手感和震动反馈会让你非常上头。X300 Pro 的机身重量跟 X200 Pro 的差距不大啊。这次全新配色和工艺的 X300 Pro， 各位会给它的颜值打上几分呢？在配件上 ，vivo 依然是诚意满满啊，比如这个质感非常在线的液态硅胶壳，不仅和机身颜色相匹配，连摄像头保护区域也做了和真机类似的变焦环刻度设计啊，看上去之后的一体感呢，真的让人不想再取下来了。X300 Pro 的正面呢是一块 6.78 英寸的大屏，详细参数我们还不能聊啊，不过可以给大伙对比一下它的边框啊，相比于 X200 Pro， 它的边框明显是收窄了一圈啊，腰部和中框从曲面改成了直面，镜头模组呢还是熟悉且和谐的奥利奥了，以及苹果旗舰同款的 Pro 级做工啊，我相信这套组合呢就是蓝厂粉丝喜闻乐见的最优解了。X300 Pro 呢将会首发搭载联发科天玑9500全新旗舰平台。首先架构层面，这次是几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命名方式上，这次不同的醋不再是毫不相干了，而是大家更容易理解的中杯、大杯、超大杯的逻辑。原先的 X925现在升级到了全新的 C1 Ultra 核心啊，频率达到了惊人的 4.21 吉赫兹。接着呢就是3颗 C1 Premium 核心，它们的频率都是 3.5 吉赫兹。最后是4颗 C1 Pro 核心，频率都是 2.7 吉赫兹，代替的是原来4颗 A720 的位置啊。去年发哥在缓存方面出手就很阔绰了，这次 L3 缓存进一步增加到了16兆。GPU 方面则是由原来的马力 G925 升级到了马力 G1 Ultra。按照之前 ARM 公布的 PPT 啊，综合游戏性能提升能有 20% 左右，光追和 AI 性能更是飞跃式提升。开始来看看理论跑分啊，最新 V11版本的娱乐兔 X300 Pro 的总分突破了400万分，对比 X200 Pro 真的是拉开了巨大的代差。除了 CPU 和 GPU 分数大幅领先的 X300 Pro 的储存性能分数更是高的吓人啊！各位可以来猜一下蓝厂这次是用了啥黑科技啊 ？Geekbench 6跑分上 ，X300 Pro 的单核和多核分数对比 X200 Pro 都有着15%以上的提升啊！这应该是安卓阵营首次多核分数破万啊，真的是可喜可贺。GPU 方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3D Mark 在 Wildlife Extreme 测试里可以看到天玑9500的分数对比天玑9400大概有着10%的提升啊！首先还是米家游戏了，原神须弥城区夜蓝早右循环30分钟跑图，对比前代旗舰 X200 Pro、X300 Pro 实现了全程满帧，仅用不到4瓦。机身温度上，两台机子就比较接近了啊，属于热身都算不上的水平了。接着是压力大得多的崩铁啊，测试方式依然是匹诺康尼黄金的时刻30分钟跑图啊。不得不说，老米是真的懂性能榨干这一块。如今的 X200 Pro 平均帧只能跑到53.9帧，而搭载了天玑9500的 X300 Pro 呢，则是跑出了平均59.4帧的表现。功耗方面 ，X200 Pro 达到了7.51瓦，而 X300 Pro 则是控制在了6.47瓦。这可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呀！更让人满意的是 X300 Pro 机身背面最高温度只有43.5摄氏度，相比于 X200 Pro 的45.2摄氏度低了不少。然后是热爱与回响不断交织的明朝了 ，X200 Pro 在这里的表现可以说是宝刀未老，而 X300 Pro 可能是目前系统还没有优化，59.3帧的成绩很明显就是没出多大的力嘛。这一点从功耗上看就更加直观了 ，X300 Pro 整机只有不到5瓦，远远够不上这个机身的解热极限啊！果然一看机身背面温度最高只有40.7摄氏度。不过这个性能释放状态对于一些非重度玩家来说，做成一个清凉模式啥的，好像也还不错啊。从以上3款游戏的表现来看 ，X300 Pro 在极限性能方面的提升还是很显著的。这对于既要影像又要玩游戏的用户，无疑是重大利好。最后咱们再来跑2趟宝宝巴士啊，看看天玑9500在第一负载下的能耗表现有没有惊喜。首先是人机对手有迷之经济加成的王者荣耀，在同样一条直线满帧的情况下，X200 Pro 的功耗是3.11瓦，而 X300 Pro 的功
功耗则是2.89瓦，有小幅度的提升，但应该还有优化空间。机身温度方面呢，两者也比较接近。最后是国民 FPS 和平精英，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在平均帧相同的情况下呢 ，X300 Pro 的整机功耗比 X200 Pro 降低了10%以上。对于重度玩家来说，一天下来应该能多开1-2把了。温度控制上，两台机子都是在38摄氏度左右，符合预期。到了天玑9500的 vivo X300 Pro， 在各种负载等级的游戏里啊，对比前代旗舰可以说是全面提升。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 ，X300 Pro 还没有上市，所以游戏厂商的适配可能还没有到位啊。以上结果算是给大家解解馋啊。等到机子发售以及后续系统更新啊，天玑9500的实力肯定还能发挥得更好。偏偏应该有不少观众更关心日常续航的啊，虽然不能提前透露电池和它的充电规格，但我们还是按照搞基础的续航测试模型给大家完整跑了一遍。那从结果上看 ，X300 Pro 的成绩大幅领先前代旗舰，打进了我们续航榜单的第1梯队了。看来天玑9500的能效提升不仅在游戏里感知明显，对于延长日常使用也有很大的帮助了。可能对于中轻度用户来说，2天一充也基本实现了。OK， 那么以上就是 vivo X300 Pro 的前瞻体验，不知道通过这惊鸿一瞥，各位的期待值有没有被拉满呢？作为一个 S200 Pro 的用户啊，新机的设计变化已经让我爱不释手了。初步性能和续航表现呢，也超出了原本的预期。由于时间关系呢，很多内容只能后续带给大家。拜拜。